你了解过你拉着的人吗？仲西武沉着脸，指着华容州问华浅。他以为华浅只是不明真相，却不知等着他的是相隔天涯。华容州是乡下人，小时候闹饥荒，他被卖到了有钱人家，逃出来后遇上师傅魏贤，因不堪其扰，辗转进了仲家。魏贤是巧夺天工的匠人，华容州找他替华浅打造暗器，谁料魏贤故态复萌，被华容州失手杀死。华容州担心华浅安危，是因为华浅在祭祖大典上被歹人一箭射中。嫁给仲夜兰前，华浅的生活万事顺心。上一世，她算计了闺蜜慕瑶，慕瑶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斩首，一边忍气吞声地躲在仲家，一边全力以赴地追查真相。祭祖大典上，慕瑶为仲夜兰挡下武硕莫射来的箭，和仲夜兰走到了一起，最终查明真相，华浅的父亲华文昂被斩首，全家遭流放。这一世，华浅重生时穆家已经出事，他痛定思痛，弃绝了对仲夜兰的执念，发誓不再为情所困，却没想到上一世对慕瑶一见倾心的仲西武爱上了他。仲夜兰对华浅本就没有爱意，早前长公主不喜华浅，仲夜兰视而不见，由着华浅被长公主说教也不言语。重生后，华浅不仅刻意给仲夜兰制造和慕瑶相处的机会，还在祭祖大典替仲夜兰挡箭后主动提出和离。从给仲夜兰下药逼婚到舍命相救，华浅的一举一动让长公主对她的印象有了改观。一日，华浅去看长公主，仲西武也在。华浅告退，仲西武紧随其后，这让长公主对他们的关系留了个心眼。品香宴上，仲西武离席太久，长公主命人去寻。不久，华浅和仲西武前后脚现身，华浅脸上红潮未退，仲西武则蹊跷地换了一身衣服。仲西武和仲夜兰是师兄弟，长公主待仲夜兰视若己出，一边是母子亲情，一边是婆媳关系。长公主虽隐忍未发，但世家贵族最重颜面，她是坚决反对仲西武和华浅在一起的。不久，华浅主动提出抬慕瑶为侧室，长公主高兴的胃口大开，多吃了几碗饭。在长公主看来，华浅肯让仲夜兰的妾室有意修好的表示，却不知华浅这么做是为了营造一山不容二虎的困局，逼仲夜兰放她归家。华浅无意与慕瑶争宠，更是在慕瑶父亲入狱时写了鼓励的话，但毕竟大错已经铸成，慕瑶没有停止复仇的脚步。慕家遭华文昂构陷后，家仆四散，慕瑶的贴身丫鬟玲珑被华浅的哥哥华深收进了府。一日，华深要把玲珑送人，玲珑不愿，死在了华府门前。玲珑的死让慕瑶恨极了华深，他以己为饵，污蔑华深行止不端，若不是仲西武拦着，仲夜兰一怒之下差点杀死华深。冷静下来后，仲夜兰察觉整件事情漏洞百出，但他既拉不下脸来向华浅赔礼道歉，又不忍揭穿慕瑶的阴谋，最后只能找了个台阶下，放了华深。仲夜兰的态度让慕瑶以为他对华浅生情，他与武硕墨勾结，让他在宴席上掳走自己和华浅，想看看仲夜兰会选择救谁，却不想宴席上出现了另一伙黑衣人，他们的主人是戚如新。戚如新的父亲是仲氏主管，他心悦仲夜兰，却负命难违的进了仲氏园讨好仲西武。华浅嫁给仲夜兰，戚如新怀恨在心，假支砒霜以制蜜糖，戚如新心心念念要嫁的仲家，却是重生后的华浅唯恐避之而不及的。仲西武表白，华浅拒绝了。仲西武作为家主，总有一天会妻妾成群，儿女绕膝，这样的生活是华浅不想要的。下决心要和离后，华浅便按照前世的记忆，让华容州在仲夜兰和慕瑶之前拿回了华文昂的罪证。宴席上，戚如新的人剑指华浅，华深为华浅挡箭而死。事后，仲西武瞒下了戚如新的事。戚如新的父亲大权在握，仲西武向来理智，权衡利弊后，知道此时动戚如新极有可能伤及仲家根本，因此当华浅找他要公道时，他选择了保下戚如新。仲西武的选择，华浅可以理解为两人立场不同，但当仲西武逼迫他告发华文昂时，华浅彻底认清现实，明白自己和仲西武之间隔着永远也跨不过去的权势和富贵。仲家掌握了所有皇室用香，当初华文昂把华曼送到仲西武身边，
又多加栽培，为的就是有人能在内宅相助于自己。华曼是华浅的堂姐，吃里扒外，最是小心眼。上一世，华曼倒戈，仲西武利用他扳倒华文昂后才处置了他。这一世，华浅为免重蹈覆辙，故意挑衅，激华曼说出不敬之词。一门心思攀高枝当主母的华曼在将解酒汤泼向华浅而被仲西武挡下后，被赏给了运货的马夫，去了偏远之地，永世不得回皇城。华浅虽不喜华曼，但当他听说华曼的结局后，依然控制不住的遍体生寒。这是他第一次深刻的意识到有权有势就可以轻易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仲西武要娶华浅，他命人偷走了华浅搜集的罪证，逼华浅告发华文昂立功，想以此说服长公主让步，但此举无疑狠狠抽了华浅一巴掌，让他看清曾心存幻想的自己有多可笑。为保华家，华浅告发了华文昂，他和仲西武彻底翻脸，迅速整理了自己的感情，不留一丝余地和念想的离开了皇城。仲西武问过华浅，为何独独没有喜欢过他，却不知曾经的华浅明明已经下了决心不再爱人，也知道自己和仲西武的关系会遭人非议，依然想过对其托付终生。但是仲西武辜负了华浅的爱，不仅在华深痛失哥哥的时候包庇了戚如心，还为了除掉位高权重的华文昂逼迫了华浅。华容周和华浅在一个村子隐居了下来。仲西武来找华浅时，他们正在河边洗衣服。华容周见了，蹲下给华浅擦了脚，穿上鞋子，收拾了洗净的衣物，只说了句等下记得回家就离开了。仲西武始终不明白，爱一个人是无条件的维护与信任，就像华容周待华浅那样。